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你知道小鹅应该要怎么喂吗？今天教你一个养鹅小妙招，这样做鹅苗成活率99%。这期视频比较长，接着往下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上次朋友说不相信我家的石头鹅能养到20到30斤嘛，为了证明给他看，我开始了我30天的孵化日记。今天是小鹅破壳的第4天，小鹅破壳后第一口水很重要。小鹅收到后要立马喂水，要不然体内很容易缺失水分。那我们要怎么喂呢？最好是用温开水，24度左右，水中可以加入葡萄糖跟维 C 或者青霉素也可以，因为维 C 可以减少鹅应激嘛，葡萄糖跟青霉素就可以补充能量，提高它的免疫力，可以更好的启动它们的消化系统。100斤水里面加入3斤葡萄糖跟少量维 C。3到5个小时内用完就可以了。喂食的话，小鹅每天都要喂5到6次左右，可以用50%的青菜叶跟50%的小鸡饲料搅拌后再喂给它们吃。因为小鸡饲料的营养成分比较高，但是里面没有维生素，所以要搭配青菜叶一起喂。因为青菜叶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，可以促进小鹅肠道畅通，小鹅这样的成活率会比较高。如果记不住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小鹅有6怕，你一定要知道，这样做能让你提高小鹅99%的成活率。第一就是小鹅怕冷，如果小鹅扎堆的话，就是怕冷，这样会影响卵黄吸收，导致更容易感冒。第二点就是小鹅怕热，室内温度不能高于35度，因为小鹅没有汗腺嘛，出汗后会非常难养。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室内温度调到28到30度，然后每天降1度，直到小鹅脱温后就不用保暖了。第三就是怕缺水，全天都不能缺水，缺水会导致小鹅比正常的小鹅长得慢。第四就是怕饱，小鹅期间我们可以少喂勤喂就可以，一般每天喂5到6次就可以。怎么喂食的话，我上一期有讲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第五就是怕淋雨，小鹅前1个月淋下雨天就尽量不要放牧，要不然身上的毛发淋湿后会很容易感冒的。第6的话就是怕小鹅瘟，出壳6日龄的小鹅一定要把小鹅瘟抗体做好，以免大规模伤亡。不知道怎么给小鹅打几次抗体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下一期会教大家小鹅生病后如何治疗跟预防的。如果记不住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哟。养鹅全程1到120天，今天讲一下鹅苗到家5到30天有什么工作注意事项。这个阶段是一批鹅当中最重要的阶段，只要管理和预防可以做到位，那么你这批鹅的成活率就可以达到90%以上。在听之前可以先点一下右方的红心和加号收藏起来，防止后期用的时候找不到。第一点，在小鹅第6日龄的时候打第2针小鹅瘟抗体，打完以后用多维兑水喂给小鹅，可以降低它们应激。第二点，在小鹅8到11日龄进行第1次角膜炎的预防。第3点，在小鹅8到15日龄预防痛风，降低饲料蛋白。我们可以按照100斤水里加3两小苏打、1斤葡萄糖的比例，晚上10点开始放在那里给它们喝，一直喝到禽流感和副联病毒。第5点，小鹅15天下完网床以后，晚上一定要进棚，不然非常容易出现冷应激，造成感冒的情况。第6点，在小鹅24到27日龄进行第2次角膜炎预防，同时给鹅场全面消毒，防止细菌传播。以上就是5到30天的预防流程。只要是你按照以上几点管理和预防做到位，那么你养鹅的成活率就可以达到90%以上。如果您记不住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免费送您一份文字版的养鹅流程。朋友们，我发现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，就是我这只鹅不仅会帮我带小鹅，它还能听懂我说的话。今天我刚把小鹅带出来晒太阳嘛，它一听到小鹅的叫声，就立马从果园里面跑上来看它们。怎么了？就说你2句，你就生气了，就走了。不说你的，不说你的，快过来。
带小鹅的，你这个碎嘴子，骂骂咧咧。你看你把那边那群小鹅抛弃了，不要了，跑到这边来，还敢说别人，像个老大一样，慢悠悠的。拜。你看看你，走路还东张西望的，等下摔倒了。它就像那个鹅妈妈一样，带着它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收到鹅苗后到家要怎么养。视频可能稍微有点长，有想养小鹅的朋友记得把视频看完。如果说现在还没打算养，以后想养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跟收藏，以免以后找不到这个视频。当我们收到快递后，先打开包裹，因为鹅苗经过2天以上的长途运输嘛，可能会导致小鹅不适应、脚软、站不稳，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。我们发货的时候都会在包裹里面放青菜叶的，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说小鹅缺少水分什么的。包裹里面有给鹅苗准备一瓶开口药，就是这种，或者你们自己可以准备葡萄糖水、电解多维都可以的。那要怎么给小鹅喂开口药呢？这一小瓶是可以喂3到5天的量。第一次喂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点点药兑温水，后每只小鹅喝1小口就可以。如果说小鹅不喝，我们就轻轻抓住小鹅的头部或者嘴巴，按压在水里，给它吧唧几口就可以了。喂完开口药后，我们就可以给小鹅喂食了。喂食方面，我们可以准备小鸡碎颗粒饲料或者小鸭饲料。青菜的话一定要切碎，因为小鹅嘴巴比较小嘛，切成这样，然后搅拌饲料，这样喂就可以。然后再放上干净的水源，保证小鹅全天水源不断。关于保温的问题，我会在下一期视频教大家如何去给小鹅保温。如果你在饲养过程中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。